魏无羡刚睁开眼睛，几张大脸便凑了上来。一人道：太好了，您终于醒了。另一人道：快快，吃的喝的赶紧拿上来，别落了天子笑。这谁？这哪呀？他不是已经嗝屁13载了吗？魏无羡一手撑着地板坐起来，可谓头重脚轻，身不由己，眼前万紫千红，耳边风卷残云。好不容易缓过神，抬起头，见自己正坐在一道黑底悬纹的巨型阵眼上。方才围着他的若干人，不知何时已经退到了数米开外，青一水黑衣，清一色喜笑颜开，个个端台抗举，有酒菜相劳，有衣冠法器，有书案卷宗。魏无羡揉揉眼睛，又拍拍脑袋瓜子。他什么时候干过夺舍这种事了？还是个不得了的蛇。瞧瞧这排场，这阵仗，这队形，这手里的东西，他当真刚刚睡醒，而不是在什么即位大典上吗？魏无羡无语片刻，确定自己不是睡了10几年把脑子睡傻了，眼前一切都是真实的，又去看屁股底下的大阵，笔走龙蛇，煞气十足，好家伙，这阵法他居然没有见过。魏无羡心里惊讶，他好歹也被教了许多年的魔道祖师，这种阴森森鬼气腥腥的东西他怎会不认的？转念一想，世事与时俱进，鬼道在这些年有什么突飞猛进的发展也说不定，此阵法与自己的复生必然有什么关联。魏无羡的目光回到那些黑衣人身上，正待开口，黑衣人们忽然后撤一步，齐齐拜倒在地，高呼：恭迎上邪子夷陵老祖！啊！魏无羡生前最后的记忆止于穷奇道，温宁的咆哮，金子轩的嘶喊，扑面而来的箭矢雨，在他浑浑噩噩的13年里不断沉浮。还有些事情他也依稀知道，比如众人对他的死拍手称快，比如仙门百家将他的魂魄召来召去。纵使他向来安分守己，一不作祟，二不寻仇，还是时常被人拖出来鞭挞一番，各种理由，以各种方式。可眼下这事，魏无羡问：我这是在哪啊？你们又是谁？一人将手里的东西撂下，毕恭毕敬对他行一礼。不等魏无羡惊掉眼珠子，吾等夷陵派门生皆为鬼修，您现在身处夷陵伏魔殿。伏魔殿？你是指伏魔洞？我还在乱葬岗，夷陵派又是什么？乱葬岗已更名为伏魔岗，吾等将您的伏魔洞魔力改造，筑宝殿于其上。夷陵派乃新兴门派，一脉专修鬼道，现玄门百家之首。信息量太大，一时难以消化。什么鬼？新兴门派专修鬼道，仙门百家呢？金兰江孽呢？另一人道：什么仙门百家？只要您一句话，马上抓来炼成活尸。又一人道：老祖不知道吧？现在鬼行天下，鬼修当家，管他什么金兰江孽，统统得听咱的，咱是老大。再一人道：当年他们并斥我道，损我道风平，迫害我道祖师，如今我道雄起，系拔山倒海之势，再无人妄作狂语，再无人敢构陷敌辱于您。还一人道：罪人金光善、金子勋、苏舍已关押候审多年，就等您一指令发，将他们挫骨扬灰，昭告天下。众人齐道：挫骨扬灰，昭告天下。齐刷刷的口号声中，那个谁能给我科普下，到底发生了啥？一去13年，魏无羡在鬼修众的娓娓道来中，只叹一声风云变幻，世事无常。原来在他身陨后的第2年，穷奇道一案在兰江两家的协力下，终于真相大白。金氏两面三刀包藏祸心，逼死夷陵老祖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。要知道那时候射日之争还刚结束不久，有幸在战场上目睹夷陵老祖天人之姿的不在少数，受夷陵老祖或恩或德的更举不胜举。金氏推卸责任，不予处理金子勋，反将夷陵老祖的手稿与法器尽数吞藏，引群雄激愤。众怒之下一走偏锋，随着一浪胜一浪的声讨，便存有新人跳出来推涛作浪，称仙门百家乃虎虎之威，不过尔尔。仙门口碑下降，名声败退，投入仙家的门生骤减，加之鬼道门槛低，成效高，鬼修团队迅速壮大。5年过后，为首的夷陵派已跻身前列，地位声势直逼4大仙门世家。魏无羡把花生扔进嘴里，
嘎嘣嘎嘣，没骨头似的歪在美人榻上，听这些鬼修们七嘴八舌。鬼修甲道：要我说，鬼道称霸天下就是必然。仙家已死，邪魔当立。鬼修乙道：就是，也不看看他们那点能耐，见没了就丧家犬一只，打不过就耍嘴皮，惹不起就抱团。他们有什么资格与我道相争？鬼修丙捧着酒坛和杯子：老祖，要不要来点小酒？哦，谢谢，整坛给我就行了。你们不要凑这么近，不要同时说话，我听不清。后来呢，你们能这么容易就上位，他们也不说什么，不集众讨伐，不替天行道。鬼修甲道：老祖好见地，却是讨了。我想想，那是第几年来着？鬼修乙提醒道：第8年。对，第8年。到了第8年，鬼修乙遍布天下。夷陵派虽不曾抢夺他人土地，不曾作恶多端，却招摇过市，无处不在，终于引得仙门百家同仇敌忾，发动乱葬岗围剿。第8年末，战争打响，一如当年射日之争，玄门百家共同对抗一个小小的鬼修门派。然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这次无论天时地利人和，统统站在了邪魔外道一方。夷陵派势如破竹，屡战屡胜，而仙门百家本就出师无名，军心不稳，后听闻夷陵派练出了第2块阴虎符，顿时丢盔卸甲，竟是被打得大败，元气大伤，从此一蹶不振，再也成不了气候。至于魏无羡为什么复活，当然也是这帮邪魔外道的兴师动众。鬼修乙道：我们不但要打得他们抱头鼠窜，立鬼道于玄门百家之首，我们还要复活我们的祖师，与我们祖师无上荣耀，见证这一盛世。众人异口同声：邪尊在上，盛世无双，夷陵老祖天下第一。一定是我重生的方式不对。虽说外界人心惶惶，温王在世啦，腥风血雨啦，骂什么的都有，可夷陵派干的好事，除了给乱葬岗改名、建造伏魔殿以外，就是推翻世家公子榜，并质疑其公平公正性，将原先的第4名排至第1名，禁止仙门百家养狗，传播带筋的莲蓬比不带筋的好吃，黑毛山鸡比灰毛山鸡跑得快等谣言。这些不着边际的事，再过分的就属阴阳册和享天宴了。魏无羡问：阴阳册是什么？鬼修甲呈上一黑一白2本名册，黑的薄不过纸，白的厚若板砖。这是我们通过访谈、协商讨论、问卷调查等方式整理出的2份名单。黑册为阴，是与您有恩或有情之人的名单；白册为阳，是对您大不敬或有仇怨是非之人的名单。我派搞事情向来都是规规矩矩按阴阳册来的，阴册里的人不碰，阳册里的随便弄。您有所不知，这2份名单在修真界已是无上至宝，多年来被各种人明里暗里。好，停，打住，我不想听。那享天宴呢？享天宴又是什么？享天宴10年前百家称之清谈会，怎么改名字了？我派规定。这是哪门子规定？听闻您素来不喜清谈会寡淡的氛围，我派商讨后也认为清谈会这个名字不符合您邪魅狂狷的形象，因此昭告百家，革故鼎新。你们还是别说话了。魏无羡实在受不了这群私生饭了，决定择个吉日就下山去，好好过自己的种田生活，离这帮人远远的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